好，我们今天要持续关心到的是，伊朗又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势，这次出动的是无人机、火箭弹狂轰，尤其是在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馆被大火给吞没了。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我们今天来关心的是伊朗轰炸驻美这边的一个大使馆，美国的大使馆，甚至呢，他已经说了，他要锁定接下来美国的15家企业，知名企业包括了波音、微软、亚马逊都在名单当中。川普说了，他已经摧毁伊朗的武力。这一场战争到底谁才掌握主动权？现在大家在关注。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会不会被挑战呢？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这一位是他的国安首长拉尼贾尼，在这个时候身亡了。要知道拉尼贾尼他其实是一个务实派的高层，过去曾经多次的协助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那么如果他现在他已经确定身亡了，那接下来如果说伊朗的军方接手，会不会报复行动比以往更激烈？尤其是没有了这一位谈判的大将呢？那美以是否将陷入无止境的战争当中？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来做关心。最后我们也来关心以色列，他斩断了这个谈判的窗口。刚刚讲的拉尼贾尼，那川普也说他也不认识其他的伊朗高层啊。那接下来的谈判到底要怎么办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注。来看到伊朗的这一波最新一波的攻击，火力持续的就是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了，出动的是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跟它的火箭弹。虽然我们看到第一时间防空系统是立刻有把这一些无人机、火箭弹等等的给拦截下来，但是这一架坠毁的无人机还是在大使馆坠落并且爆炸，当地立刻引发了大火。伊朗外长直接做了一个示警，他说我们不会要求停火，而这场战争必须以一种不会再次重演的方式结束。伊朗革命卫队更喊出了接下来这个攻势还会持续，瞄准的就是美国15家的相关企业了，包括目标在阿拉伯大公国跟约旦这边，要这些民众，如果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你赶紧撤离吧，因为未来几个小时我们就会来做打击了。15家企业，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波音、微软、甲骨文之外，还包括了艾克森美孚、洛克希德马丁、亚马逊等等周边的国家，现在通通响起了警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武力，不过伊朗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攻击持续的在扩大当中，还扩及到许多美国的知名企业，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是否改变了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委员怎么看？对，川普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啊，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他是不是跟我们活在同一个宇宙，还是他活在了另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多元的平行宇宙里哦？那么，川普很早就讲，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了。那取得胜利，你现在还留在那里干嘛呢？就应该班师回朝啦。川普很早就讲，伊朗已经被打趴了，伊朗没有海军，伊朗没有空军，伊朗的领导层都被猎杀完毕，伊朗已经完蛋了。可是伊朗到现在还可以攻击他巴格达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呢，就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一个现代的这个不对称的战争正在成型了。这一点孝伟哥是专家了。你会去发现说，伊朗对我海军可能不行了，被你歼灭了，我空军也被你制空权也没拿下来，但是我有导弹呢，我有无人机，我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重创你所有的这个军事据点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伊朗并没有在实际上的兵力上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说实话，伊朗的空军本来就不强，伊朗的海军也不怎么样，所以呢有跟没有呢差别不大。可是伊朗真正最致命的是它的无人机跟它的导弹哦。那么你说现在伊朗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伊朗，伊朗做了多么惨痛的牺牲啊！伊朗从哈米尼以下所有的这个领导人一个一个被猎杀。然后呢，伊朗的城市，这个像德黑兰，像几个大城市被轰炸，死掉了多少无辜的民众？如果你今天是伊朗的人民，你甘心这场战争就此结束吗？说明天结束了之后，大家就船过水无痕，当作没这回事了，然后我们的人都白死了，然后我们的城市被白炸了吗？对伊朗来讲，他准备了20年、30年，他要的绝对不是这个，他要的是我说过，就毕其功于一役，一次解决在中东对伊朗所有的压力跟威胁。所以对他来讲，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把美国的势力推出去啊！他要想尽各种办法把美国的势力推出去，不管是你的军事基地、你的盟邦的关系，现在甚至扩大到了美国的企业。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我要让你美国的势力
退出中东。你美国的势力只要能够被退出中东，那么当然事实上，伊朗在中东相对来说，这个跟以色列之间就不会如此的这个实力悬殊跟不对称了。那么。但是当然，他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他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他想办法削弱美国的国力。所以我一直说这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绞肉机嘛，他绞了美国的这个人力，绞了美国的财力，绞了美国的军力，通通绞死在这里。现在伊朗去攻击的这些企业里，我特别看了一下哦，甲骨文、微软、Amazon 这3家都是在中东做运算中心的美国的 AI 的重大的公司布局。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美国的 AI 的这个企业开始跟中东的资金结合，所以在中东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这个运算中心的布局。所以他连这一点他都没有放过，都算在他的剧本里头了。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削弱你美国的国力，在这场战争之后，我让你美国的国力不再像以前可以在这个全球指手画脚，然后在中东对我造成威胁。所以我会认为说，如果美国期待说这个伊朗现在就跟他求和，然后人跟他谈判，当作没这回事了。这当然是川普最理想的剧本，但是川普可能在做梦了，因为伊朗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如果今天你是伊朗的人民，你家的亲人、你家周遭的朋友都在这场战火当中付出了代价的时候，你会要什么？你会要美国跟以色列 pay back， 你会让美国跟以色列要被彻底的打趴，你可能才会吞下这口气。所以这场战争要期待伊朗去片面求和，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美国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个伊朗要做的就是改变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了。好，所以这场战争现在打下去，看起来这个是长期的一场消耗战，很难短时间停下来。尤其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本来可以负责跟美国或以色列谈判的这一位务实派的是伊朗的国安首长拉尼贾尼又在美以的空袭当中，现在确定是身亡了。那对于伊朗来说，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了。拉尼贾尼可能观众朋友比较不熟悉，我们也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他。他其实是在哈米尼，就是已故的哈米尼，跟现在最新的这个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的一个心腹哦。那他负责的范围非常的广，从这个国安到外交跟反情报的大权都掌握在手里。过去呢，他曾经参与美以之间的会谈之外，据传他还曾经抓过500名的摩萨德间谍，所以他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级的领袖。这一回身亡，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少了这个谈判的大将，接下来是不是停战会越来越遥远呢？现在有个说法，如果更强硬的军方接手，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会更加剧烈吗？干哥怎么看？拉里贾尼他的这个地位跟他的背景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他可以跟对外去苟合、沟通、联络的一个角色。他是出色的外交官。所以为什么哈米尼很器重他？他不但能够谈，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一个保守派，但是他是可以跟你去 talk 的保守派。他没有那么死铁板一块。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他虽然也是最标准的穆斯林他也是最标准的什叶派，可是因为他受过西方的这个教育跟学问，所以说他是可以谈的。现在你都把他给斩首了，你知道？在德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叫做国际安全以及伊斯兰的那个研究机构的专家他就讲，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明明知道，你把一层除掉之后，去接替他们的下一层，一定会更强硬、更死硬派。那你把这一层唯一可谈的人都打光了，剩下的有谁呢？”他还特别叙述，他说：“你知道穆吉塔巴当时刚好走出花园，结果那个房子就中弹了，而且那个房他就是哈米尼他家连续中了3颗飞弹，他刚好走出去，所以他也受伤了。有外传说他现在正在莫斯科接受这个治疗嘛，但这不能够证实就对了。那所以穆吉塔巴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他人其实是安全的，可是他伤势怎么样，外界不知道。”但是为什么现在美国找不到真正的人可以谈？就是因为穆吉塔巴不想跟美国谈，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连这个我们跟你在谈判过程中，你们都可以杀了我爸，对不对？那现在其实老实讲，拉里贾尼就是唯一还可以跟你谈的人，结果这个人也被你干掉。那你现在你还剩下什么？难道你要跟革命卫队谈吗？
你要跟 IRGC 谈吗？那不可能的嘛，那些都是死硬派嘛。所以这个专家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把这些他叫阿奇兹，他说他研究伊朗问题，他本身他也是穆斯林，他研究中东问题30年，他讲的都是非常有道理。你现在都干掉了，那我们现在到底要跟谁谈呢？就等于是要你自己投降，不可能的啊！什叶派不会去投降的。所以我也是在想说，然后就伊朗的这些人都被杀害了之后，以色列说没有，我是在帮你清除你们这个政权将来还有这个不跟西方合作的这些障碍，统统把你排除掉。那你以为上来的人他就会跟西方合作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尼坦雅胡为什么会这样想？川普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我也想不通，因为你至少要留一个窗口，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连窗口全部都没了，那将来我们到底要跟谁谈？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严重，非常的重要。然后穆吉塔巴他什么时候他会发动最后一次的这个进攻？我觉得很快。为什么？因为等到他伤势好了以后，他不会就此而就说我就投降了，我就软弱了，好，川普，我们来谈吧。你觉得那是可能的剧本吗？我觉得完全不可能。接下来只会把美国拖进更深的那个泥淖之中。好，那同样的问题，孝伟哥又怎么看？对，而且其实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讲，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那个拉米贾尼把他那个加以狙杀掉，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显然，以色列就是要这个跟你死磕到底。也就是说，对于以色列来说，我现在也根本不希望要跟那个伊朗有任何的和谈的机会，因为其实从以色列跟伊朗这样一个长期对峙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从伊朗这个1979年那个宗教革命，然后嘞建立了这样一个神权统治的政权之后，其实就跟以色列完全是针锋相对。那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这么多年跟伊朗这个政权打交道的结果，他们也清楚的认知到一件事：伊朗就是要消灭他们嘛。那其实如果说今天伊朗一直想要消灭以色列，这在中东也不是一个什么秘密。那但是以色列他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跟美国甚至之前他们最主要就是要担心伊朗会掌握这个核燃料，然后能够生产这个核弹因为核弹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才是真正的会让这个国家有这个覆亡的这样一个危机。那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本来应该是要阻止伊朗能够拥有核弹，然后请全力，然后让伊朗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不能成真。因为伊朗如果有了核弹，搭配上伊朗其实穿透力非常强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弹道飞弹，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确是毫无防备之力。因为从去年6月以色列对这个伊朗这个军事行动中，伊朗就已经展示了伊朗的高超音速飞弹可以完全穿透以色列现在由美国协助他建立的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加上他们自己的包含大卫投石所，加上他们的这个剑狮3型等等，搭配上美国的这个萨德系统等等，是挡不住这些东西的。所以其实这更增加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疑虑。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的这个统治系统彻底消灭，而且要把他这个核子那个计划完全消灭。这对于以色列来说，他在生存上才比较有安心的这样的地方。所以你看他这次做，基本上来讲，他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是不再考虑要跟任何的伊朗政府去做任何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他甚至于想要做的是把整个伊朗的这个统治阶层彻底毁掉以后，对不对？整个伊朗变成一团乱。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伊朗虽然说大家说他是什叶派，然后跟周边的逊尼派，对不对，并不合，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现在伊朗东边阿富汗那边有更好也有这个逊尼派里面最基本教义派。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整个伊朗政权垮了，这个什叶派的控制力垮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些极端的逊尼派从阿富汗向西溢出，然后甚至于经过了伊朗，再到了这个中东其他地区化，那其实反而会更给整个中东带来永无宁日。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啊！你中东越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说，而且他这次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个川普然后再这个跟着他一起动手。其实我们常说这个摇摆狗这个典故嘛，对不对？你说这次到底是狗尾巴摇狗，还是狗摇尾巴？这是看起来真的很明显是以色列这个尾巴完全摇动了美国这只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以色列这个时候会愿意轻易松手吗？然后他的这个总理会愿意轻易松手？绝对不可能，他绝对是要把整个伊朗搞烂，然后完全丧失这个甚至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失败政府，然后整个国家陷入动乱。
然后不会再有能力去搞这个核的计划，然后不会再有能力去搞这个高超音速飞弹，这才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没错，而且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美国现在想要抽身，为什么不容易？因为这次交战的三方，我刚才说过，伊朗不会善罢甘休。刚才孝伟哥已经分析过了嘛，以色列显然也要完成他的目标，打了个天长地久。所以既然三方里头有2方都无意在这个时候做任何的和谈或者是停战，美国现在要抽身哦，恐怕就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了。对，好，谢谢委员补充。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